人类的愧疚与执念究竟能有多深？这类轻度的哲学问题总能击中一部分人的心。在莫尔鼹鼠号这部像恐怖文艺片的游戏里，制作组 Of Black Creations 利用游戏的玩法和故事，让玩家挖掘出了他们的想法。游戏具体如何？且听本期小帅的游戏评测。莫尔鼹鼠号的视觉开篇可以说是一场精准的磁带朋克的美学试验。游戏没有去追逐当下独立游戏里泛滥的极简像素或高饱和度的赛博朋克，而是将整个美术风格定格在了一种充满冷战工业质感的低保真 low-fi 的美学当中。粗粝的扫描线以及满屏带有轻微抖动的视觉滤镜，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幽闭感和复古颗粒感的机械世界。在这种大环境的设计下，作为核心的视觉符号和叙事锚点的关键道具卡带便显得尤为的扎眼。这盒带有手写标签、塑料外壳边缘泛着微弱磨损痕迹的物理卡带，不仅是游戏内菜单和交互界面的实体化载体，更是玩家在整个游戏流程中推进、改写乃至重塑时空的关键道具。每一次将卡带推入读卡机时，那声沉闷清脆的物理咔嗒声，其触觉和听觉的交互反馈，甚至超越了画面的本身。作为一个恐怖游戏，游戏的音乐和声音氛围的设计，无疑是承担起了调动玩家情绪的重任。深邃的金属舱体共鸣，管道内若隐若现的空气流动声，以及机械齿轮偶尔发出的尖锐摩擦，游戏的声音表现将那种与世隔绝的幽闭感和空间孤独感烘托得异常到位。进入游戏后，这种对实体感的迷恋迅速转化为了其最为核心的交互逻辑，也就是极为硬朗的沉浸式模拟的游戏性。现在很多游戏为了照顾流畅度，往往把机械交互简化为一个抽象的进度条或者一次随意的按键提示，但鼹鼠号这部作品却极为笃定地把繁琐的现实拆解步骤变成了游戏乐趣的本身。与这套追求实体感的操作系统相匹配的是游戏内种类非常丰富的谜题矩阵。令人赞赏的是，游戏在谜题设计上表现出了对玩家心智的极大尊重。它采用了一种近乎严苛的弱引导模式，在整个游玩过程中，你不会看到任何破坏沉浸感的 GPS 路线，也不会有任何莫名其妙的闪光点来提示你关键道具的位置。所有的破局线索都极其自然地长在场景的生态逻辑里。比如游戏中有一个需要手动开关电闸和恢复区域供电的关键桥段，游戏没有给你任何的弹窗教学，而具体的配电逻辑和操作说明书就静静地被钉在了配电箱上。你必须像现实中遭遇的停电那样，在微弱的应急灯光下，耐着性子去阅读说明书上的密密麻麻的工业安全守则和操作步骤，进而按照顺序搬动电闸。除了这种考验空间观察和逻辑直觉的场景谜题外，游戏甚至在后续流程中引入了需要玩家真正拿起纸笔进行推算的方程算术谜题。这些谜题完全依赖玩家自身的逻辑跨越障碍的设计，让每一次的解谜成功都伴随这种极其高级、难以被数值代替的智力成就感。然而，如果仅仅把摩尔鼹鼠号看作是一个某某模拟器，那就完全低估了制作组在游戏结构设计和叙事框架上的野心。游戏的主线流程的安排上采用了循环嵌套的玩法，这种套娃玩法，一个是为了节省游戏资源，二就是突出作品的游戏性。在这部作品里，玩家并不只是去机械性的重复上一轮的劳动，而是一种层层嵌套、充满因果宿命论的因果魔方。你在上一个循环层级里得到的关键道具，都会完好无损地遗传到下一个循环的时间轴里，并演变成全新的游玩机制。莫尔这部作品讲述的是死亡以及他对游戏主角造成的沉重打击。游戏中的主角是一位名叫维克多·卡明斯基的斯拉夫矿工。由于一些经典的无妄之灾维克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的任务是在一个狭小的战后挖掘舱内追踪一个身处于地底深处的奇怪信号。那个奇怪的信号给维克多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就是几乎所有接收到信号的人都会开始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维克多听到的声音则是承诺能让他与6岁夭折的儿子佩德罗重新建立联系。维克多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挖掘，而挖掘 dig 这个词几乎出现在了每个游戏文档中。因此在摩尔这部游戏中，挖掘似乎成了核心任务。就像前面开头说的，作为一部像恐怖文艺片的独立游戏，我在游玩前对游戏的剧情叙事的期待是希望能够感受到大胆和激进。虽然在结束游玩后，游戏的剧情故事依旧涉及的是老套成熟的题材，但结合先前提到的游戏玩法，而正是这种和游戏剧情相互隐喻的过程，在游戏的前1个小时里，你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到游戏中期，当你熟悉了操作，了解电脑以及读取卡带的用途后，制作组也已经暗中酝酿着一个深刻的心理转折。在鼹鼠号这部游戏中，主角维克多每挖深1米都会带有刻意的心理暗示，一种失落感和愧疚感显然在啃食着他。主角越是深入挖掘信号，我们作为玩家就越是深入挖掘到主角的记忆。维克多本人也执着于挖掘关于自己儿子佩德罗的记忆。人们为了达到最终的目标，愿意不惜一切的代价，即使这意味着要承担所有人都警告过的风险。因为越是接近目标，一切就越是不稳定。
游戏的最后还给玩家呈现了一个符合叙事的 meta 效果，整体来看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本部作品的表现让我极其意外，但也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缺点。不过与其说是失望，其实也是一部分的批判性的鸡蛋里挑骨头。我们一个个来说。首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缺少回听对话的功能，即便有些对话对解谜几乎没有任何帮助，但如果能提供对话文本就更好了，不然在理解剧情这一块可能会有些为难玩家。另外就是游戏没有提供手动和快速保存的功能选项，游戏自动保存点之间的间隔有时也会有点长，有时候游戏的体验也会有点受挫。虽然游戏的难度并不算大，但是我个人还是倡议恐怖游戏可以加个存档选项。最后总结，《莫尔鼹鼠号》是一部将游戏机制和叙事框架完美咬合的野心之作。它用游戏的外壳包裹了一颗讨论死亡、创伤与不惜代价之爱的文艺内核。我个人一次的通关时长在4个小时左右，大家可以做个参考。虽然游戏在少量体验细节上会有瑕疵，但总体来看还是瑕不掩瑜的。我认为本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非常高级的独立游戏佳作。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学技术的小帅，我们下期再见。